现年55岁的女星王祖贤近期被民众巧遇，她穿着单薄僧服，手拿一串佛珠现身佛寺，引起议论，出家了。影片中戴着口罩素颜上阵的王祖贤，身穿礼佛衣袍，手拿着一串佛珠，站在雪地中和朋友聊天。目击网友表示，今天在 Richmond 的灵岩山寺看到王祖贤了，本人又美又高，皮肤超好，真的是神仙姐姐。由于王祖贤的服装以及手上的佛珠，网友一度猜测她是不是出家了。知情者则解释，她是居士，即梵语里的优婆夷，指在家的正式皈依佛门的女性，身穿的海青是僧尼和没有出家的一般人礼佛时穿的衣服，这便引起了开头的疑问：莫非我们的童年女神王祖贤终于在尝遍人生之苦后毅然的出家了？今天咱们就了解一下闲暇 CP 里的这位女神王祖贤。话不多说，先上图。是不是很刺激？且容俺擦一擦鼻血。对两位女星熟悉的观众老爷们可能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徐克导演《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镜头。想当初林女神的《东方不败》震动两岸三地之后，老徐同志趁热打铁推出了这部续作，但反响远不如第一部令人惊艳，剧情也是一通鬼扯。不过影片中的这组镜头却贡献了闲暇百合 CP 一番，以至于某站一直流传着一句话：闲暇恒久远，26秒永流传。其实两人除了在影片中表现得异常亲密，私底下的交情也是非常好的。更巧的是，这对姐妹花的感情之路都不太顺。不同的是，显仙女的绯闻对象可要比林女神的海了去了，人家都快能凑一桌麻将了，我说的是牌。显仙女的绯闻恋情其实很有意思，也很有规律，那就是跟着作品来，基本上没差。1984年，显仙女刚刚出道，拍摄了处女作《今年的湖畔会很冷》。湖畔是挺冷，但是贤仙女的内心却火热。年仅17岁的贤仙女和男主角黄永红传出了恋情，然而这段早熟的恋情并没有得到善终，反而引来了一波不太好的传闻，两人也只好作罢，而贤仙女也只好转战香港寻找真爱。转眼来到1985年，贤仙女和许冠杰共同拍摄了《打工皇帝》。贤仙女凭借出尘的气质与不落俗套的颜值，深深吸引了江湖浪子许少侠。甚至在多年后，许少侠依旧感慨万千，那时候的王祖贤真是美得惊天动地。但许少侠此时已经有了一位良人相伴。不过对于少侠们来说，行走江湖多几位良人又有何不可？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红颜最是暖人心，还有被窝。当然了，究竟暖没暖被窝咱也不知道，咱也没看见。不过那辆金色的保时捷可是将许少侠一副霸道总裁气质烘托得淋漓尽致。据说贤仙女最爱金色，然而或许是之前早恋风波的阴影，又或许碍于这是一段不光彩的三角恋，贤仙女一直都不承认她与许少侠的关系，只说是许少侠把她当作妹妹，而自己也把许少侠当作了哥哥。说到这里，我不禁感慨，我也想要个能暖人心的妹妹，可惜咱没有保时捷。最终这段感情也不了了之。贤仙女也在拍完这部剧后，紧接着又拍了电影《谁是鬼》。当时剧组与另一部剧《六指琴魔》在同一个拍摄场地，也就是这时，贤仙女认识了吴启华。当时的贤仙女风华正茂，吴启华也是风流倜傥，二人真可谓江湖上的一对璧人。吴启华也是非常喜欢贤仙女。贤仙女在台湾拍戏时，身在香港的吴启华就和她煲电话粥聊天，两人还一起手牵手逛街吃饭，甚至被媒体拍到。但对此，贤仙女声称二人并未交往，自己对吴启华只是观望态度。啥叫观望？就是经考察您不及格。所以说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可怜的吴启华还想着能和贤仙女双宿双飞，笑话，你有保时捷没有？吴启华被 pass 掉后，尔冬升进入了面试室，对，就是前段时间把郭小四骂哭的那位大导演。尔导与贤仙女一同合作了2部戏，也曾多次共同出现在公开场合。这一次，贤仙女终于表示对尔导有好感，但或许二人终究不是一路人，始终走不到一块儿去，最终也只能做普通朋友。这些瓜吃的怎么样？别急，开胃小菜而已。咱们的贤仙女才刚刚热好身，随后她又分别与梁朝伟、刘德华、黎明、成龙传出绯闻，个个都是大咖啊，真是了不起。贤仙女与梁朝伟的热恋绯闻要追溯到二人合拍《倩女幽魂》的时候，当时甚至爆出梁朝伟与女友刘嘉玲分手的消息。与刘德华的绯闻则是因为贤仙女曾亲口承认华叔是她唯一想追但没追上的男人，在这里必须为华叔点赞。
而贤仙女与成龙大哥合作后，关系也非常要好，私下拍照动作非常亲密，于是又被传出了绯闻。哎，大哥，你可长点心吧！又是贤仙女，又是关小姐，龙嫂在家都快被气炸了。不过绯闻终究是绯闻，几位天王被实锤的也只有黎明了。机缘巧合，黎明认识了贤仙女的妈妈，还被其收为干儿子。在王妈妈的撮合下，两个人开始交往，但两人聚少离多，贤仙女又不是个安分的主儿，两人很快就分手了。其实贤仙女的许多绯闻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的充其量不过是暧昧，而她与齐秦纠缠了16年的感情，才是真真切切的刻骨铭心。当时齐秦以一首《北方的狼》大红大紫，其经纪公司决定为她拍一部戏，而女主角就是王祖贤。1987年，贤仙女来到台湾，准备参加这部芳草碧连天的拍摄。齐秦抱着一大束鲜花去接机，并亲手将一个大花圈挂在了贤仙女的脖子上。让齐秦没想到的是，贤仙女对花粉过敏，直接甩出一句最讨厌鲜花了。话说出口，贤仙女立即觉得有些不妥，而齐秦也面露尴尬，两人关系一度僵硬非常。而最开始的时候，贤仙女是看不上齐秦的，毕竟父亲是台湾篮球运动员，而她自己出道前也是篮球队的，良好的基因造就了贤仙女1.75米的高挑身材，所以她嫌弃齐秦太矮，和自己搭戏不好看。为了缓和两位主演的关系，制片人让齐秦教贤仙女唱主题曲。经过接触，齐秦慢慢的喜欢上了贤仙女，甚至在一次聚会上，借着酒意的齐秦耍了把小流氓，强吻了贤仙女。没想到贤仙女没有反抗，甚至还偷偷舔了舔嘴唇。这时候的贤仙女也喜欢上了齐秦。电视剧开拍5个月，到了12月份，两人正式公布恋情。所以说，要想把妹把得好，僚机不能少。一开始两人还是你侬我侬，甜蜜非常的。虽然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湾，但架不住两颗相爱的心。齐秦没事儿就给贤仙女写肉麻情歌，什么此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之类的，生怕贤仙女不知道她的才华。据说那首家喻户晓的大约在冬季就是为女神而写的，而实际上贤仙女早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贤仙女曾经这样评价自己20来岁的年纪：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满足的时间，因为我又有爱情又有事业。而贤仙女也是为了爱人甘心奉献，在齐秦悬崖 MV 中，她甚至光着脚丫跑了不下5公里，即便脚磨破了她也不在乎。但是本山大叔说得好，距离产生美，有时候距离有了，美没了。两人终究是异地恋，况且贤仙女又是个招桃花体质，面对一个加强连的绯闻对象，齐秦有点招架不住。而就在1993年，一个劲爆消息直接把齐秦的小脑袋瓜轰得嗡嗡的。有媒体拍到贤仙女和富家公子出入豪宅同居，齐秦瞬间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妈呀，北方的旷野长出草原来了啊！齐秦是啥脾气？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质问贤仙女。也就在一个电话之后，齐秦被踹了。说起这位林建岳，也是个把妹的好手。他与贤仙女拍拖的时候，刚和妻子谢玲玲办理了分居，但是并没有离婚。而他为了追求贤仙女，动辄就送了几千万的豪宅，又是在事业上帮助贤仙女，每天在片场一等就是一天，贤仙女就心动啦，但是也很纠结，毕竟林建岳没有离婚，但是豪宅可比保时捷值钱多了。最终贤仙女下定决心为爱搏一把，至此贤仙女也正式加入了小三的队伍。为了小三转正，贤仙女也曾多次向时任林夫人的谢玲玲发出挑战函。有一次，贤仙女与林建岳到酒店约会，贤仙女故意向谢玲玲透露消息，期望她能来见证。对于这些，林建岳是知道的，但是并没有阻止。等到谢玲玲赶来的时候，三人在酒店大堂遇到，贤仙女顺势贴近了林建岳，十分挑衅地看向正主。最终，谢玲玲觉得这样的婚姻没什么意思，1995年与林建岳正式离婚。但谢玲玲有个好婆婆，林母对儿子的表现很失望，在林谢离婚的时候，特意给他4亿港币，而且坚决不许贤仙女嫁进林家。有一次，林建岳和贤仙女去加拿大滑雪度假，有记者去采访林母，当提到贤仙女时，林母顿时火冒三丈，气急败坏道：就当我儿子花了几千万招妻。值得一提的是，老太太自己也不是正宫，她原本也是二奶，母凭子贵，执掌了林家家业。面对重重压力，贤仙女的豪门之路自然走得不顺畅。没多久，她与林建岳就分手了。不过分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杨采妮插足，贤仙女感情受挫，终日郁郁寡欢，只得远赴加拿大散散心。而这时得知消息的齐秦找到了自己，还安慰自己，
看来狼王也是想明白了，要想日子过得去，脑袋上就得有点绿。其实也无所谓了，娱乐圈里这种事儿不多了吗？哪有什么原装货？就这样，齐秦与贤仙女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1997年，两人突然一起出现在东京羽田机场，宣布他们复合了。这一次，他们打算好好在一起，并商量着去西藏结婚，又在洛杉矶、台北买了房。然而，这一切却因为一个叫方美芳的女人被打破。她说自己与齐秦同居多年，并育有一子，经过 DNA 检测，二人确是父子关系。原来早在齐秦服兵役的假期时，年轻的狼王就比较爱玩，一次在夜店认识了这位方美芳，两人很快的勾搭在了一起。而这时齐秦才知道，这位方女士原来是个风尘女子。而随着齐秦的大火，方女士对她看管的越来越紧，齐秦不堪忍受，提出分手，她就以自杀威胁。最终两人终于分手，而这时方女士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并以此要挟齐秦，要他每月支付生活费。突然多出来一个儿子，齐秦并没有太惊讶，毕竟他在追求贤仙女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只不过一直瞒着贤仙女，而贤仙女接受不了喜当妈啊。二人经过长谈，最终分手了。此后贤仙女远走加拿大，01年淡出娱乐圈，04年彻底息影，退出这个是非地。如今的王祖贤日子过得洒脱了许多，更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普通人，容貌不复当年，身材也走了样，但或许对他来说，这一份平凡普通实在是得来不易。而曾经的感情纠葛和娱乐圈里的纷纷扰扰，再也不能打扰到仙女。美人迟暮将军老，最是红尘两不堪。但或许在王祖贤这里并没有那么的令人遗憾，毕竟他曾追求过的刘德华也曾说过，能够自然的老去是一件幸福的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于姐，我们下期再见。